这个郭先生，你刚才说了很多啊，你也放了很多的这个视频、那个文字资料以及声音资料，你一再提到，就是说这些针对你的一些行动，有一个政治阴谋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你也提到是有一些人在后面在那个搞你，好像有这意思。那么我们观众可能非常想知道，你认为这个政治阴谋是谁在操作？你能够给大家解释一下？很多网友也问我这种问题啊。对，这恰恰是我们第3集、第4集、第5集、第6集的爆料。我的计划呢，我已经在推特上公布过。这个郭文贵的推特上啊，我得做广告，多上我推特。毕竟比较胆小，这个我说一下，我很清楚啊。我觉得在16个月以内吧，我们会逐级推出。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信息量已经很大了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你们也必须得理解，我的家人都在国内，员工都在国内啊，现在都回不来，连离京都不行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也需要中央领导呢有一个过程的一个认识，对这个信息我的揭发举报。这是个国家，这是个重大的国家机器，那不会因为文贵你说2句，说人家领导来看不看都不知道。那就关注了，就去查谁的，不可能的。它需要一个过程，需要个时间。我们操之过急，反而适得其反，让小人得了逞。他们希望我们犯错误，希望我们做疯狂的行动。就像头一段韦石做的那么多疯狂行动，恰恰证明了他的这个慌张和恐惧。那我们不能这么做。接下来呢，就会揭发所有这些人背后一级一级的说，因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是这件事的重要黑手。这个人这个权力之大，那这是了不得的。那么牵扯的事情，那也是无法想象的。再往下呢，就是到了这个常委了啊。这个常委呢，现在呢，和这个政局委员绝对对我们习总书记、王书记啊，这个孟书记是绝对是欺上瞒下的。我再次的说，希望网友们你别骂我啊，这个我是说心里话，我绝对支持习总书记、王书记、孟书记的反腐。为什么？只有他们反腐，这些人才能被查。靠我们揭发材料，那谁去查他们呢？谁能去查呀？按照过去来讲，这些人永远不会被查的。只有习总书记、王书记、孟书记这仨人有这个胆量，有这个勇气，他有这个魄力。所以说，他们仨这反腐，咱们支持就是支持自己。同时，我们要揭发是什么呀？他们怎么骗他们的？他们怎么在这个事当中指挥到下面的人欺上瞒下的？那么现在经过了2年啊，逐渐露出水面。我们现在呢，给北京的这个机关呢一些时间，同时我们对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积极的走向依法治国，我一定要有信心啊！我们还要支持，这是我们最现实的。咱们中国现在你说搞什么都有点不现实，但我这依法治国是必须是现实的。我觉得在这个当中，我们可以扮演一个比较冷静，别那么自私和比较这个配合性的角色。比如说我原来我就很自私的在里有的事情操之过急，导致了刚才看到这当中的很多局面被人家利用，这个很多当事人也被害。你比如说这个李元朝先生的这个东京的房子，那纯粹是胡扯的事情，有关联，但不是他的啊。未来我们可以说，那么同时呢，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些人也被抓起来了，那都是造假的，包括马建副部长的事情，那很多都是造假的，包括财新，这个都是处心积虑的讲的这些人，那证明现在肯定是假的，我们都是被利用的工具。但这事能是人家习书记、王书记、孟书记让他做的吗？那肯定不是，这是下面人的这个整个的跟这些坏人的一个共同的操作，一个阴谋。我们接下来呢会把这一一的拨开。那么小平先生你也别急啊，这个网友们也别急。我代表网友表示他们的一些意愿。你有什么意愿？你可以继续说。哎呀，不是，就是这个阴谋，针对你的阴谋啊，我想很多人想知道这个答案。